砸墙的过程是很解压，但是产生了这么多垃圾该怎么办呢？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下建筑垃圾该怎么清理。所有建筑垃圾里面，我们优先处理的是这种巨大的水泥块，它其实是非承重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非常难破坏，所以我们暂时先把它整根的拖走。在处理这种大块的建筑垃圾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出意外。第一次负伤。刚才为了把这个水泥柱从这个窗口直接移出来，快速的带到这个院子里，手在这里夹了一下。幸好戴了防护手套，防护措施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因为戴了手套，刚才大概率可能是要流血了。OK， 问题不大，继续。再次提醒一下，处理这种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如果实在太重的话，可以把它拆分成2部分，再逐个解决掉。当然，我们更多要处理的是一些已经拆成小块和粉末的这样的一些小型垃圾。这里我们需要用到建筑垃圾的这个编织袋。我会选择把袋子先卷几下，这样它刚开始会比较力挺一些。在电商平台采购这种垃圾袋的时候，商家一般都会标注适合建筑垃圾的尺寸，正常是在50×80厘米这样的一个尺寸。刚开始我还觉得这个袋子是不是有点小，后来发现这个尺寸刚好，因为你不会在里边装太多，刚好能到拎得动的程度。如果再大的话，我估计你就拎不动了。看着满地的碎砖破瓦一点一点减少，这可以说是整个拆除过程中最令人心情愉悦的部分了。这边墙还没砸完，垃圾已经多得堆不下了，没办法，只有先清理了垃圾。轻轻松松30袋，先把它解决再说。我们要把这些已经打包好的建筑垃圾先运到院子里，这里我们又用上了一个省力工具，就是万能的小推车。30多袋垃圾，你只要多跑几趟，虽然费点时间，但是却几乎不用花力气。运走吹垃圾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拆除工作了，不然的话墙角的部分会很不好处理，特别是残留的钢筋，一定要把根部的水泥清除干净之后，再用角磨机切割，这样它才会低于地面，不会给后期的装修造成困扰。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拆除掉了第2堵墙。如果要去总结一下之前使用的工具，我觉得无论是电镐之类的电动工具，还是像重锤这样的手动工具，它在使用技巧方面其实没有特别难，但是对于一般的装修 DIY 人士，重量可能是需要去克服的难点。也许对于专业的施工人员来说，可以驾轻就熟的使用它，但是对于普通人，它还是稍微有点重，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能够让你省力的方法。目前来看，那个平衡器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还不够。
我们之前拆除的墙面都是整面墙都拆掉，所以没有去做很精细的这个划分和切割。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一面墙上开一个洞，比如说开一个门洞，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做比较精细的切割，来确定拆除的边界。那么下期视频我们将要解锁新工具，就是墙面切割机。我们将尝试通过切割墙面的方法来进行拆除工作。我们下期再见。